和三观很正、城府极深的人相处什么体验？你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，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往往都有2个特质同时存在，三观极正，城府极深。很多人以为这是矛盾的，三观正的人应该是坦荡直接的，怎么可能有城府？城府深的人应该是工于心计的，怎么可能三观正在？现实就是这么打脸，越是站得高的人，越懂得把这2者完美结合。我先给你讲个我自己的经历。3年前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前辈，这个人在行业里已经做到头部了，年收入1000万级别。我当时特别激动，觉得遇到贵人了，天天想着怎么能跟他多学点东西。第一次见面，他跟我聊了2个小时，全程都在鼓励我，说我有潜力，说这个行业很有前景，还主动分享了几个他觉得有用的方法论。我当时感动得不行，觉得这人真是三观太正了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彻底看清楚了什么叫真正的段位。那次聊天之后，我激动地发了好几条朋友圈，提到了他给我的建议。结果不到1周，我发现他把我屏蔽了。我当时还纳闷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，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他从一开始就在观察我的格局和分寸感。我的朋友圈暴露了我的不成熟，他立刻就做出了决定，不再投入时间在我身上，这就是城府。但关键是他没有任何恶意，他确实鼓励了我，确实分享的干货只是同时在做筛选和判断。他的三观很正，所以愿意给陌生的后辈机会。他的城府很深，所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当你真正和这种人相处，你会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。表面上他们永远是温和的，鼓励你的，支持你的，他们不会说任何负面的话，不会打击你，不会让你难堪。但你就是能感觉到他们心里有一杆秤，秤在动你的评估这一切。你说什么话他们都会认真听，甚至给你正面反馈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你的每一句话都在被解码、被分析、被记录。他们在判断你的认知水平，判断你的价值观，判断你能不能成为他们系统里的一部分。这种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你完全感受不到压力。他们不会像那些段位低的人一样，用气场压你，用话术套你，用姿态震你，那就是很舒服的跟你聊天，很真诚的给你建议，但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。我后来总结出来一个规律，这种有几个典型特征。第一，他们永远不会主动暴露自己的底线和弱点。他们相处11年，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真正在意什么，真正害怕什么。他们会分享成功经验，但绝对不会告诉你他们最狼狈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他们包装成了励志故事。第二，他们对所有人都好，但谁也别想占他们的便宜。他们会经过很多的当事人，你这一切都是在他们可控的范围内，你想要更多，对不起，他们会用最温和的方式让你们知道别人在哪里。因为他们从来不跟你争论，但你永远说服不了他们。他们都会点头，都会有道理，但他们还是不自己的方式来，因为他们早就想清楚了自己要什么。你的意见是一个信息输入，不是决策依据。这种他们为什么能把观和城府深结合得这么好？因为他们经历过足够多的方式，他们过太多人利用别人的善良，他们太多人把真诚当软弱，见过太多人在利益面前翻脸，所以他们学会了保护自己，学会了建立系统，学会了用理性和智慧武装自己的善良。他们的三观正，所以不会主动害人，不会搞阴谋诡计，不会踩着别人上位，但他们的城府深，所以也不会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垫脚石，不会让不值得的人消耗自己的能量。跟这种人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你会不断反思自己。因为你会发现跟他们在一起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经过大脑。不是因为他们会批评你，
而是因为你知道那些幼稚的想法、浅薄的认知、自以为是的判断，在他们面前都无所遁形。他们不会指出来，但你自己能感觉到。这种感觉会逼着你成长，逼着你提升，逼着你变得更成熟、更理性、更有深度。我现在回头看，那个前辈屏蔽我是我收到过最好的教育，他用最不伤人的方式让我知道了自己的段位差距。他没有骂我，没有教训我，只是用行动告诉我你还不够格。3年过去了，我现在也算在这个行业站稳了脚跟。我开始理解为什么那些真正厉害的人都是这样的状态。因为当你见过足够多的人性，经历过足够多的背叛，你要么变得愤世嫉俗，要么你不会带着亏想去爱这个世界。真正的成熟不是失去善良，而是学会保护善良。真正的强大不是变得冷酷，而是在保持温度的同时，建立起足够强的边界和系统。所以，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别觉得他们虚伪，别觉得他们表里不一，他们只是比你更早地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先保护好自己，才能真正帮助到别人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是那种一腔热血，最后被现实打得遍体鳞伤的人，还是那种既能保持初心，又能掌控局面的人？答案很明显。从今天开始，学会在保持3观正的同时，建立起自己的系统和边界，不是让你变得虚伪，而是让你变得更有智慧。善良可以，但别傻；真诚可以，但要有分寸；帮人可以，但要看值不值得。真正的高手都是温柔的狠角色。